晚上，服装厂的漂亮领班正在指导工作，经理突然叫他盘点库存，走之前还意味深长地使了个眼色。对工作十分熟悉的领班马上心领神会，到仓库开始加班盘点。然而女人万万想不到，自己正一步步走向痛苦的深渊。女人名叫张玉秀，与丈夫李建平育有一子，一家三口的小日子刚开始过得还算美满。然而张玉秀的心气却很高，总嫌弃李建平没能力，赚钱少，而这也让这个小家庭慢慢开始暗流涌动。李建平是村里的一名果农，为人老实本分，对妻子张玉秀更是百依百顺。可他万万料不到，自己有一天会遭到妻子的背叛。这天深夜，李建平手提蛋糕匆匆往家里赶，打算给妻子一个生日惊喜。可他不知道，妻子此刻却在屋内和他的上司缠绵。发现不对劲，李建平开始疯狂敲门，待他推门而入，却只看到一个人影渐渐远去。意识到妻子红杏出墙，李建平愤怒地抬起了手。不料张玉秀不仅没有一丝愧疚，反而是盛气凌人，还向李建平提出了离婚。愤怒的李建平二话不说就同意了。但一夜过后，他又后悔了，将结婚证紧紧攥在手中，说什么都不肯跟张玉秀离婚，还想弄清楚昨天晚上那个男人究竟是谁。两人争执之间，忍无可忍的李建平第一次动粗，张玉秀也气急败坏的还击。村主任连忙赶来调解，一番好言好语之后，夫妻俩这才停止了争吵。李建平听从了村主任的话，打算继续和张玉秀好好过日子。只是他全然没想到，妻子的心早已不在这个家了。张玉秀不仅长相清秀，业务能力更是出众，工厂的同事怎么也想不通她为什么会嫁给李建平，就连上司大军也调侃她是一枝花插在了牛粪上，惹得张玉秀一顿娇嗔。结果大军在询问工作之余，又偷偷向张玉秀使了个眼色。张玉秀看到后立马心领神会。仓库中，张玉秀正在认真工作，却突然被大军从背后一把抱住，并顺势亲热起来。得知李建平那天晚上没有认出他来，大军心里暗暗松了口气，还逞起了口舌之能，嘲笑李建平是个无能鼠辈。张玉秀则埋怨起大军，要是他真心想跟自己在一起，就应该回去和媳妇离婚，而不是偷偷摸摸地搞地下情。然而大军一听这话，却瞬间泄了气，说再给自己一些时间。张玉秀闻言顿时难掩脸上的失望，正打算扭头离开，大军却拿出了一部新买的手机当作安慰品。不料张玉秀更加生气了，你要是以为我跟你在一块是为了钱的话，那咱俩都看错人了。张玉秀对大军的拖延显然已经心生不满，可他不知道自己的家已经开始出状况了。这天晚上，李建平正在给儿子菲菲洗脚。同学们都说你是穿破鞋的，爸爸，你的鞋破了吗？菲菲童言无忌的一句话，让李建平瞬间拉下了脸。自己的家丑现在几乎传遍了整个村子，身为男人怎能咽得下这口恶气？他打算等张玉秀回来后和他好好清算清算。深夜，张玉秀推门回到家中，看到李建平正在炕上怒目圆睁地盯着自己，他的脸上顿时闪过一丝忐忑，但马上又强装镇定，称最近赶工才这么晚回家。李建平不相信妻子的话，但他却不敢大声质疑，只是数落起张玉秀的厂子是小破作坊。可张玉秀却不以为然，还顺势夸赞大军能干。李建平知道张玉秀和张大军有一段过往，现在听到这个名字更是怒从心起。他大声责骂张玉秀，说他那伤风败俗的风流事已经传遍了整个村子。夫妻俩越吵越凶，最后演变成了肢体冲突。而李建平万万没想到，这场争吵竟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次日，大军在车里给受伤的张玉秀擦药。经过了昨夜的争执，张玉秀更坚定了离婚的决心。他给大军下了最后通牒，逼他给自己一个答复。可大军仍然像往常一样，用同样的语言敷衍着张玉秀。失望至极的张玉秀不再做任何幻想，决定就此和大军划清界限。他推开车门，在大军的呼唤声中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任谁都没有料到，张玉秀的心里此刻已有了一个惊人的计划。这天，李建平站在学校门口，准备接送放学的菲菲回家。张玉秀突然出现在他的身旁，他一言不发，脸上还带着似有似无的微笑，似乎在盘算着什么。李建平又惊又喜，以为妻子对上次的争吵已经释怀，不禁开始说起贴心话。这时，一名颇有世外高人风范的男子突然走过。土能生金，但金多土变。我观二位乃是有缘之人，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？
男子一开口就牢牢抓住了李建平的心，他迫不及待地向眼前的大师讨教画中玄机。一旁的张玉秀却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耐烦，称自己不相信这些怪力乱神。可李建平却一把拽住准备离开的大师，恳求他继续答疑解惑。大师见状，则再次开口：“你二人的婚姻，乃是聚土成山，今得势而生。破掉婚姻，让今不得其势，无力破土。待其锋芒耗尽，再聚土成山，藏金于山，方可白头偕老啊！”这回李建平听的是满头雾水，可一旁的张玉秀却率先参透了画中玄机。他一改原本的态度，诚恳地询问大师是否两人要先离婚再复婚，才能真正的过一辈子。大师闻言，却以天机不可泄露为由拂袖离开。可李建平却如拨云见日一般，目送着大师远去。然而他做梦都不会想到，这位大师的金玉良言竟会给他带来不可挽回的血光之灾。李建平最终听从大师的预言，立刻和张玉秀办理了离婚。在两人的最后一顿晚餐上，张玉秀潸然泪下，借着酒劲吐露了埋藏多年的心声。父亲给了她宝贵生命，丈夫给了她静好岁月，情人给了她干柴烈火，但这些却都不是她真正想要的。他要去城市里寻找新的归宿。酩酊大醉的李建平显然听不进这些话，他现在的脑子里只有大师的破解之法，只要先离婚再复婚，两人就能真正的白头偕老。看着醉倒的李建平，张玉秀哭得越发伤心了。次日清晨，李建平正在果园里忙活，邻居突然跑来告诉他说，张玉秀带着孩子进城打工了。难以置信的李建平立刻前去追赶。村门口，大军想要阻止张玉秀离开，张玉秀似乎还想再给他一次机会，问他是否愿意离婚。可大军仍然无法下定决心，而这显然也正在张玉秀的意料之中。这时大军的妻子又挂来电话，看着大军谨小慎微的模样，张玉秀放弃了心中最后一丝希望，带着菲菲远去了。大军放下电话，看着情人远走的背影，这次他没有呼唤，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挽回这个女人的心了。而李建平虽然奋力追赶，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儿坐上大巴离开。他马上拨打张玉秀的电话，声嘶力竭地朝着电话那头吼叫。张玉秀却称自己已经在城里找到了工作，敷衍几句后便挂断了电话。伴着逐渐涌出的泪水，张玉秀告别了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。然而他万万想不到，自己所憧憬的美好未来，竟会因为一连串的意外而灰飞烟灭。知道自己被抛弃后，李建平始终不明白妻子为何如此绝情，苦闷的他终日酗酒，自甘堕落。村主任实在看不下去，便托人去城里打听到了张玉秀的消息。李建平浑浊的双眼突然有了亮光，在得知了张玉秀在城里的住处后，他马不停蹄地飞奔而去。李建平的到来让张玉秀猝不及防，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安顿好菲菲后，和李建平到街上交谈。终于见到妻子，李建平难掩脸上的喜悦之情，但张玉秀却是冷言相对，还劝他再找一个。但痴心的李建平怎会同意？张口闭口仍是大师的那番金玉良言。他坚信张玉秀在城里闹腾够了，自然就会回到他身边。在分手之际，李建平怕娘儿俩在城里开销太大，硬塞给了张玉秀一叠现金。然而张玉秀已决定在城里发展，不想和李建平再有交集，更是看不上果园的那点收入。但几番推辞不过，只好收下。李建平表示以后还会常来看他，随后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全然没想到张玉秀竟对他隐瞒了一个惊人的秘密。这天李建平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出门时手上还拿着诸多礼物。村民们都以为他要迎来第二春，实际上今天是他进城接张玉秀回来复婚的日子。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张玉秀这边也是喜事临门，他竟在城里找到了新的如意郎君。两人在家里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小型婚礼。当李建平来到张玉秀原本的住处时，却从邻居口中得知张玉秀早已搬走，拨打电话也是无人接听。就在李建平一筹莫展之际，正巧碰上了菲菲和他的辅导班老师。李建平道明自己的身份后，老师放心地把菲菲交给了他。李建平便迫不及待地询问张玉秀的新住址。妈妈不让告诉你。李建平顿时怒火中烧，接连几巴掌打在菲菲身上。菲菲吓得嚎啕大哭，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李建平见逼问无果，只能继续拨打张玉秀的电话。没想到张玉秀的现任丈夫看到是李建平的电话后，竟故意接了起来，并告诫李建平不要再纠缠张玉秀，自己才是能给予她真正幸福的男人。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张玉秀走过来询问是谁打来的，
丈夫却谎称是打错了，并劝她更换手机号码，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骚扰。可就在这时，手机铃声再度响起，这次是辅导班老师打来的，告知孩子已被李建平接走的事。张玉秀大惊失色，连忙拨打了李建平的电话，责令他把孩子送回辅导班。李建平却再次念叨起了大师的预言，想劝张玉秀跟他回家，结果却得到了一个令他难以置信的回答：那个大师是我花500块钱雇来的，就是为了让你离婚。李建平闻言瞬间恍惚了起来，说什么都不肯相信。他用几近乞求的语气劝张玉秀回家和自己复婚。果园的收益1年胜过1年，两人的好日子还在后头。眼看说服不了李建平，张玉秀竟抛出了一个更加惊人的秘密：菲菲她不是你亲生的，你别惦记她了，把我们娘俩都忘了。李建平带着满心的希望来找妻儿，可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一个个噩梦。他目光呆滞地放下手机，接连几个晴天霹雳让他险些昏厥。下个瞬间，他竟像疯子般狂笑了起来，而一场狂风暴雨也就此酝酿了起来。宣泄过后，李建平哄骗菲菲给自己带路，而家中的张玉秀全然没有想到灾难即将发生在自己的面前。现任丈夫问过张玉秀后才知道，算命大师是冒牌的，但孩子确实是李建平的。那句话不过是为了断掉李建平的念想而编造出的谎言。丈夫闻言不禁对李建平生出了几分同情，可张玉秀却了解自己的前夫，虽然平时看着蔫不拉几的，可一旦头脑发热，就很可能会做出无法挽回的事。于是便打算出门寻找菲菲。不料李建平先一步敲开了房门，可他却把菲菲关在了门外，想要和张玉秀好好理论一番。情敌见面分外眼红，三人没说几句就大打出手。而悲剧往往发生在冲动中，争执之间，李建平被推倒在地。失去理智的他竟顺手拿起桌上的水果刀，朝着张玉秀的新婚丈夫狠狠捅了过去。丈夫应声倒下，张玉秀赶忙上前阻止。你个破鞋！张玉秀怎样都料不到，自己费尽心机寻来的幸福竟是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失控的李建平直到眼前闪过红光，才恢复了理智，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张玉秀捂着血流不止的肚子，已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李建平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，只听见门外传来菲菲撕心裂肺的哭声。经过抢救，张玉秀的新丈夫重伤，可张玉秀却因失血过多而亡。李建平被警方以故意杀人罪逮捕，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故事中，张玉秀在未离婚的情况下被判婚姻，显然是有违道德的。为了追求自己的安逸生活，一再编造谎言，将一个善良的老实人逼到绝境，更是错上加错，最终引发了这场无可挽回的悲剧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